我们是在大学时认识的，我特别的宠她，她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我都会去满足，但后来我发现我把她宠坏了，跟我在一起她不愿意花自己一分钱，有时往家里递钱也会向我要。他是我男朋友啊，我觉得他为我花钱很正常呀，而且我家条件又没有他家的条件好，而且父母身体又不好，我觉得他应该体谅一下我。难道他花我的钱就理所当然吗？现在我没法像以前那样给他花钱，他就变心，我真的是看错他这个人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李，25岁，来自湖南，一名个体户；女嘉宾小华，25岁，来自湖南，行政文员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是大学同学是吧？对，从相识到现在大概有多久了？4年。今天为什么来？我觉得他变了，我来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他，然后4年来他跟我在一块，就是他是不是为了我的钱而来？我没有为他的钱，这4年来，我们从大学走到现在，一路来走过来都挺不容易的。如果我要是为了他钱跟他在一起，我早就跟别人走了，外面比他有钱的多的是。你刚才说他奔你钱去的，你很有钱吗？我没有冲他的钱，我不是很有钱啊。然后那人家为什么冲你钱去啊？但是我家也不差钱啊，可能4年来，然后他吃的、穿的、住的，全都是我在掏钱，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都会去一一满足。是吗，姑娘？大学这4年来，吃穿用度都是这个男生啊？就大部分都是他出的，就是对我还是挺好的。哎，那你就那么大大方方、理所当然的花他的钱啊？一般他给我的钱我会攒一点。啊，你还带攒的？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家条件不好。哦。我会攒点钱给我父母。你每个月花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啊？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基本上我每月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都是我俩一起花的啊。然后现在毕业了，基本上我每个月就是在他身上最少也有1万多吧。哇哦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我一个月将近2万多。哇，你这可以，你是什么单位啊？我都想去，就刚大学毕业就一个月挣2万多。没有，我是在我家里上班。他家是做生意的。哦，我们在一起4年了，他就不愿意花自己1分钱。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食堂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说忘带卡了，我们就随他吃饭。然后他明明带了卡，然后他但是那样子的，但是我是不想去食堂吃好吗？后面他硬是拽着我去外面吃，最后还是我掏钱买单。他明明带了卡，他就应该买顿饭嘛，我觉得。啊，你这个人真是哪有找后账的嘛？当时花就花了吗？他现在攀比心特别重，朋友来了什么东西啊，然后他总会要求我去给他买一个更好的。现在家里的生意也不怎么景气，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他钱花嘛。然后他可能就你家里的买卖出困难了。对啊，然后你发现他变了。对，他现在在老家就跟一个大款，然后现在特亲密。经常发微信，然后聊天，就什么发一些特别暧昧的，比如说想你了，然后睡了没这些的，你不觉得这简单吗？那只是他对我的想法呀，我对他又没有意思啊。那你之前还和你前女友联系呢？我跟我前女友怎么了？我跟我前女友很单纯好吗？大家就是朋友，都在一块，然后我们一起聊一下天而已。问题是你这样让我很不爽啊！而且我跟你说，他在我身上钱还送少了，他打游戏花的可多了。为了这个事情，我们俩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，你别给我提游戏好不好？你一提游戏我就烦，你自己想一想，我们在一起4年了，你现在觉得你打游戏啊？你摔了我几台电脑，你摔了我几部手机？是谁引起的？谁让你打游戏啊？你别打游戏啊！你知道吗？你摔了几部电脑？摔了几部手机？电脑摔了2台，手机摔了3台。我本来就很讨厌玩游戏的男孩子，然后他一直……那你干嘛还跟他呀？他一直不听我的话，但是我喜欢他呀。他现在天天沉迷于游戏，然后上班也是打着酱油，而且他现在就是对自己没有人生规划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感，就感觉他跟他在一起就是看不到希望。我没上班吗？我顶多就是下班的时间在玩游戏，好不好？你好意思吗？你要是在沉迷于游戏好吗？而且现在他妈妈给他准备的分房，房子名字都没有我的名字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为了他一直留在长沙，就背井离乡的。其实我本来是要回老家陪我父母的。我为了他一直留在这里，然后让我感觉我就是没有安全感，跟他待在一起。明白了，就婚房写你的名字嘛，你说了吗？我说了一下，父母一直不接受我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他跟他妈说了什么。我没跟我妈讲什么，就是这房子，然后我也做不了主，知道吧？都是我妈妈在出钱，又不是我出的钱。然后我也跟她讲过了，我说了，我们结婚以后，等我们自己努力攒点钱，然后自己买个大房子，
对不对？然后再写你名字。我现在工作也不是很满意，我就想去他家上班，他母亲也一直不接受我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还想去他们家上班？就想两个人在一起工作嘛。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去了，这公司有的细瞧了啊。你们不都住在长沙的，怎么跟老家的什么有钱人混到了一起呢？没听明白。我们就是前几个月吵架嘛，然后他就回老家去了。我跟他说，那哥哥只是偶尔见下面，然后那个哥哥看到我心情也特别烦，跟他吵架了回去嘛。然后他说帮我找工作。那个哥哥是哪一房的哥哥？我认得一个哥哥呀。就是在他之前，我们俩就认识了，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，就我们关系特别简单，他就把我当妹妹一样，他就是好心帮我找一个好的工作。工作找了吗？工作找了，但是我没有说我要去。好吗？还可以。在我心里，我就是把他当哥哥，而且他在我的生活，包括我的人生，就是规划，包括我的工作啊，一些目标啊，教我怎么做人啊，我会学习到很多东西。那哥哥有没有把你当妹妹呀？我不管他有没有当妹，反正我是把他当哥哥。你觉得呢？你把他当哥哥，我信。我就把他当哥哥。他把你当什么？他可能是对我有一点意思，但是我曾经跟他说明过，我不可能喜欢他。那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呗？是呀。那个婚房不写你的名儿，你还跟他在一起吗？我觉得我为了他背井离乡在长沙。然后离开父母，我希望我在长沙能有一个属于我们俩自己的家。还有就是主持人，我一直想说的一个事，就是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湖南女方嫁人的时候，这边要给彩礼钱因为她妈妈不接受我，主要是原因是什么呢？她妈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心里就想多攒点钱，然后我父母工作多赚点钱，我希望在将来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我们家给的彩礼钱能多一点，我希望他父母能够认可我，能够接受我。他爸妈为什么不接受你呢？我妈妈他们就有个时候会来看我们，然后他也就不喜欢做家务事，然后饭也不。但是我要上班呀，你多轻松啊！你在家里没事打这个游戏，在那里多舒服呀！我早上那么早出去，晚上那么晚回来，你觉得我容易吗？你觉得家务事是男人做的事吗？如果要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你连这点小事都不愿做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结婚又不会幸福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上班呀。我插一句行吗？现在攒了多少了？攒了10多万。哇，没少给啊！兄弟，你离开你父母那企业，你能活吗？能活。那你离开试试行吗？先学会养家，再学会糊口，再考虑结婚的事儿。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两个毕业工作多久了？1年多。你是在你的家族企业工作，对。那女朋友的工作呢？我之前是做前台，现在做行政，是我自己找的。收入高吗？不高，2000多块钱。除去所有你的日常开销，你觉得这2000块钱够你一个人在长沙生活吗？差不多吧。就这2000块钱，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在长沙很好的生活？不是很好，就是因为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，然后包括自己的生活品质、眼光都会提高嘛。2000块钱就是说过普通的，假如说你要买什么比较高档的东西啊，肯定绝对是不够用的。你是希望依附一个别人，别人给到你所有你想要的开销，还是你想依赖你自己？我听到的，你想要依附于别人。回过头来，我就想跟男孩讲，从大学谈恋爱开始到现在4年，能够存10几万，在你身上能够存10几万，这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你提供给他的是你父母靠心血赚来的钱，你那房绝对不能写他的名字。你妈赚的钱为什么得写他的名字呢？你妈给你是因为你妈生了你没办法，因为你这个儿子不够独立，但为什么还要养一个他呢？其实他以前挺单纯的嘛，可能也就怪我把他宠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可能4年来就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，如果你已经把他宠坏了，你第一可以责备你自己，第二你得想想你还能不能继续的宠，靠你自己的能力。我觉得女孩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你就只知道每天玩游戏。一个普普通通大学毕业的孩子，月收入在你们当地4到5千块钱应该算是合理的，但你一个月拿着2万块钱的收入，做着根本不需要去干的活。我干呀，我每天都要去店里面，然后你就告诉给我，你们家里边如果请同样的人来，会开2万块的工资给他吗？不可能。所以男孩啊，不要再靠父母了，
做一个未来你真的能够养活你妻儿的男人，做一个未来能够管理你们这个家族企业，在你们家族企业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能够顶上去担当的这样一个男人，是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。你一个月要给他1万块钱零花，他会把你给他的钱用一部分之后存一部分，他想今后攒出来彩礼钱，对对，然后呢跟你结婚。对，我就是这样子的想法。而现在呢，接下来你们可能面临婚姻的时候呢，他是提了几个条件。第一，你们那婚房啊要写他的名，因为有了这个他觉得安全。第二，他想去你们家族企业去上班，生活质量一定是比较好的，很单纯的就是想这个。你呢也很单纯的就反映给你的母亲，你母亲一看，哇，他骗了我们家儿子。而你呢不啊，你还是或多或少还是蛮了解他，只是觉得你要跟你那个哥哥呀把关系撇清楚了。但那哥哥又是怎么出现的呢？他希望你是具备那个哥哥的有上进心、有规划的能力，同时可以做他的一个导师。对，我希望在他身上能看到正能量的东西。所以我的解决方案来了。第一，你能不能为了这段爱情，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不光给他看，给自己母亲看，你不要在你那个家族企业工作，凭自己的能力，如果说你能找到2000、3000、4000一个月的工资的话，都是你的能力的体现。女孩，你刚才说的有一句话非常让我印象深刻，就是你希望攒到那个礼金，是希望改变他母亲对你的偏见。对，你要让你在他的家族当中，你是要有地位的。对，但是地位可千万不是那个10万块钱，地位是什么呀？你爱的这个男人现在一个月就挣2、3千块钱，但背后没有这个家族企业，你依然帮助他一起去吃苦，用这个来证明你对他真心，同时才能巩固你在他们家族当中的地位。非礼的条件不要提，婚房是人家母亲的财产，你不要提任何条件，否则让人家看不起。一直以来我认为啊，金钱是砸不出爱情的。被金钱所滋养出来的人，一旦你停止金钱的投入，他就会另寻他路。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是这个样子。我想跟男生所说的是，你给他穷尽所有的财力买的这些个钱，不是你自己获取的，是你没有花1分的劳动从家里面榨来的。你都不珍惜，他凭什么帮你珍惜？就像他所说，你上班又不辛苦，就拿2万，你给我花不花？你难道给别人花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他的母亲那么看不起你，但是你做的这些个事儿，没有一件是让人看得起的，人家怎么看得起你？这么些年全花的是男人钱，你未来的婆婆能看得起你？人穷得有志气呀，勤工俭学呀，自己挣钱啊！你给人家的母亲留下什么样的印象？你如果真想嫁过去，你为什么住在一起？你不打扫卫生？你为什么不做做家务？你如果真的想嫁在一起的话，你还会一天到晚想着，哎呦，我要去他们家公司上班。你怎么让别人瞧得起你吗？你做的没有一件事儿是有骨气的。所以我最后的建议很简单，你们俩之间可以不分，但是好好考虑一下，这么些年来，你们何曾独立的为自己的情感和生活买过单？还好意思提那10万块钱的存款？那10万块钱的存款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好好过下去，主动把这10万块钱存款交给他的母亲，跟他说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不管将来你们赞不赞同我们在一起，我都希望我独立，我也希望我爱的他也独立。唉，孩子还是孩子，不懂事儿。如果说过去在大学那4年是胡闹的话，现在你们面对生活的时候，请你们正视生活，正视自己。错了就是错了，不要把错误的东西继续下去。独立自强。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可能就是在这4年来，也许是我做的有点宠你，然后搞得你现在也变成有点物质，但我还是愿意接受你的，希望你以后不要
就跟别的男人特暧昧的那种。我也希望你自己能好好改正自己，反省自己。我希望我们两个，就像刚刚感谢3位老师说的，我们俩能够独立自主自强，不要靠彼此的父母，好好的为自己的人生好好的规划，好好的工作。来，回去吧，谢谢你们。请关门啊！看看他们俩吧。来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姑娘下来吧，我们真没精力再调一遍了。小伙子，能从你家族企业出来自己干啊？管那么多，就两个人呢，两个人对着镜头说，男生说从明儿个开始自己找工作生活，女的跟对方的父母说10万块钱还给你，然后呢，结婚证上不写名没关系，不是结婚证，房产证，房产证上不写名没关系。啊，妈妈，我要自己出来，我要带着他。我希望你就能接受他。其实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。我想说的是，首先谢谢3位老师对我的指导，特别谢谢涂老师。我今后一定会改掉一些坏毛病，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人。然后我还想说的是，阿姨，我不是冲着你家钱来的，然后房产证上可以不写我的名字，我愿意跟他同甘共苦，10万块钱也会还给你们家的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宝宝。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我会给你幸福的，相信我，然后我也要自己努力，好吗？谢谢你，亲爱的。这4年来一路走过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觉得，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好好珍惜，好吗？不要再吵架了，好吗？我倒希望今天是你们人生一个新的起点，是你们真正的做人的一个新的起点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老师。